大家好，这里是宋书新语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新的论文，很有意思。它是由西班牙、亚美尼亚和美国三个国家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合著的。那么是以西班牙为主。我们看一下这篇论文的具体情况。那么一座呢是西班牙能源环境技术中心，那么第二呢是亚美尼亚的国家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三座呢是美国的查普曼大学量子研究所。那这篇论文的题目也很有意思，叫什么呢？叫关于这个铅磷灰石成分可能具有超导性的一些评论。那么他摘要里边写，他说据报道呢，一种名为 LK99 的材料是一种改性的铅磷灰石的这种晶体结构。那么在室温以上呢是室温超导体。那现在呢，其他人呢很难重现这个结果。那么呢，他们呢就采取了他们的一些办法来研究这个事儿就是这篇论文就是 Some Remarkable and Possible Superconductor of 这个铅磷灰石这个这是下边的这个作者我们看一下。那这篇论文呢并不长它这个意思呢实际上是他们找了一种新的办法就是在蓝宝石上镀这个铅的膜从而来研究呢他们描述的这个结构里边的一些特性那最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先看一下结论详细论文呢有很多图表，我也会把链接放到下边。这是他们 conclusion 这是他们的结果。那结果里边呢1到3和41到3呢就是 LK 兄弟就是 LK99 最早的那3篇论文这是他们引用的最早的3篇论文。第4呢很有意思，第4是北大发的那篇论文，应该是这是刘丽蒙子昂这是北大那篇论文。5呢是印度那篇论文。你看他说呢Most likely, the material LK99 are reported in 1, 2, 3, 是吧？It's a heterophase structure， 它是一种异相结构 ，with coexistent non-superconducting constituents， 和这些非超导成分的在共存。This may yield superconducting droplets surrounded by non-superconducting material and cause the phenomenon described above for the case of PP film。他就说呢，他说这可能会把那个超导的那个微粒被非超导材料包围，就导致了他们上面做的那个铅的那个薄膜实验那些指标现象。所以后边他还说呢depending on very specific detail of synthesis, the degree of this effort may be stronger or weaker, yielding misleading results when approaching the required composition。他说根据你合成的具体细节，这种效应的程度可能会更强或者更弱。那你接近所需的成分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果。那最后他们说呢，他们同意4表达的结论，这个情况还需要继续的审核和审查。more careful re-examination and investigation. It is indeed an uphill task. 这是一个特别难艰巨的任务。这个第5呢，他引用了这个印度的一个论文，因为印度他们是做实验，印度国家实验室做这个 LK99 实验里边是最复杂的。按道理说，印度国家实验室它具备的条件会很丰富的，但是他们做的最早，实验出结果呢也是最晚。那现在呢，就是说。这篇论文大家看到了吗？它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大概看了一下里边有好多看不懂的。它是在蓝宝石的衬底上沉积了各种厚度的铅的薄膜，就是他们这个实验，就是在蓝宝石上沉这个铅的薄膜，从而研究这个铅的薄膜这一些特性。那沉积的详细信息呢，他就用图表给大家弄出来了。对于较厚的薄膜呢，它的电阻力与温度的关系看起来就像传统的超导转变，但对于较薄的薄膜呢，曲线有类似于半导体曲线。所以他通过另外一个角度也通过做实验验证了呢，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 LK99 它是有一部分超导体的，但是它不纯它是什么呢？它被包裹住了这就让我想起我们看一下北大那篇论文它实际上它引用的就是北大第4篇这是他引用的那篇论文，这不是是吧？这是北大那篇论文
这是吧？那北大这篇论文呢是否认这他们合成材料是烧导体啊，但是呢也提出来了可能有超导体的部分成分，或者是有那种结构。所以现在呢这个西班牙、阿美尼亚和美国的这篇论文呢，他讲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具体实验以及的推论啊，这说是个推论。这样我想起啊 ，LK 那个合作方啊，大家知道 LK 啊，实际上它是有合作方的啊，就是量子能源研究所，并不是高丽大学啊，并不是首尔那些最知名的高校，而是在罗城吧，我印象中那个韩国能源工程学院。那个能源工程学院那个副院长，他曾经有一次接受采访说呀，他说 LK99 的合成啊，就跟烧陶瓷一样。你烧陶瓷的时候，你看到过一模一样的那个陶瓷制品吗？这也让我呀想起一个我看过抖音上的一个非常治愈的直播啊，就是烧各种各样的那个小瓷碗开箱那个视频。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也看过，我感觉呢和那个呢是多少有点像的。咱们看看，咱们也治一下愈，是吧？总是研究这 LK99，最后我们也快 lost 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开箱的这个东西，很好玩啊。有问题？这是摇头啊，拿来以后开。点不行，黄开俊老师，哇，像这种展画下去真的都是可惜的啊，留着啊，再来，搞福利安慰，好的，10点钟哈，10点钟，准时准点，说到做到啊，给大家开，有多少个老哥子今天还没玩到展的？扣个，我看一下有多少位朋友。我们还有机会再开2注吧，那是属于粉丝福利了哈，一会儿会给大家开粉丝福利。不行，还是坏的。好了，咱们就看到这儿，看到了吧？每一次开的都不一样，有时候连续看半天，他一注一注拿出来，一个一个开10个，能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就是它其实主要出问题呢，是出在底儿上。你比如说烧的这个釉的颜色好看不好看，那每个人审美不一样。那第一个是碗边了，当然碗边不能有明显的毛刺儿，关键是弄开以后那个底儿啊，它起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瑕疵，所以呢，就造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不停的开。这就让我就是说，我就想起了那个韩国那个院长说的，我们烧陶瓷，从80年代去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啊，这个高温超导研究实际上呢进入了，就 IBM 那个研究员进入这个开创了这个烧陶瓷研究这个凝聚态物理的时候呢，现在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烧各种各样的陶瓷了。那实际上这个铅磷灰石他们这次的这个制备呢也是类似的，所以呢给大家看这个视频很好玩的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论文，那么他们提出来什么呢？里边可能是有超导的这种低粒儿或者是那 droplets 是吧？但是呢，它被这个非超导成分包围了。这就和威廉玛丽学院那个金教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像啊？那金教授说，最纯的 LK99啊，它是石墨抗磁性的5350倍，是5250倍哈。不纯的也是石墨的20多倍。你看他这意思也是讲了，可能是纯的就是指那些这个成分里边非超导项少的，非超导成分少的，而不纯的呢就是更多的。所以这个论文我认为它还是支持 LK99 是有某种超导成分的，只是现在呢我们第一个搞不了那么纯，我们还不明白它超导的机理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这篇新的论文的情况啊，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那讲完这个超导的研究啊，我们也讲了不少的这些超导背后的这个权力啊，这个权钱和各种各样的恩怨。实际上呢，这个专利保护啊，一直是这些新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设施吧。没有这些专利保护设施，那这些搞新技术研究的人员可能他们就更没有安全感。我觉得现在 LK 兄弟啊，可能就是相当的没有安全感。昨天我们说过，
三星刚刚成立未来技术办公室，然后呢，很多网友在评论呢，可能中美都在虎视眈眈盯着这个技术呢。如果是真的话啊，所以现在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技术，就是开放的软件。恰好啊，刚刚有一位大神啊，就是 Vim 的创始人布拉姆穆勒纳尔呢刚刚去世啊，在8月3号，这位著名的Vim 工具软件的这个开放软件的创始人布拉姆的去世了。我们看一下他的情况，正好呢和布拉姆的去世和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谈的这个 LK99 背后的这些明权力，它实际上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熟悉计算机系统，特别是学计算机的或者熟悉 Linux 系统的朋友，对这个 Vim 都是非常熟悉的。实际上我呢也是早年非常早的 Vim 用户，我大概是从98年99年用这个 Bluepoint， 就是早期的深圳有一家公司，它作为一个汉化的 Linux。实际上是把当时的这个红帽的早期版本汉化的。后来呢，我一直在用各个 Linux 的发行版，包括 Red Hat， 包括后来的 Ubuntu 古班图等等但是麒麟我是没用过啊。那么这里边呢，你只要是用 Linux 的，你恐怕都离不开这个 Vim， 都离不开这个这个开放软件。这个 Vim 就是这个布拉姆穆勒纳尔呢，在1988年开始把Unix 上的 VI 这么一个编辑软件的这个开源软件弄到了 Linux 上，然后呢，他一直是在维护，个人维护自己在家里维护。那么可以说，你如果没用过这个 Vim 呢，那恐怕你是没有认真的玩过电脑。它是一个免费的开源的文本编辑器，在很多平台上都能使用，功能非常强大，而且呢，你可以定制，但是它是全命令行的。你要用过早期的 DOS 的朋友都知道全命令行的，看起来这个东西是很慢，但是你如果熟了以后就非常快我可能最熟悉的就是那个退出的那个快捷键因为我用的主要是改配置改各种各样的这个 driver 就驱动是吧？你要装各种各样的这个 Linux， 装各种各样的黑苹果都离不开要改这个配置文件。那当然我编程是非常业余的了，我就是改代码，我是完全是改的那种的，没有什么这个不能做这个原创的这个开发，但是呢改用这个东西也很好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布拉姆穆勒呢，在开放软件这个行业在这个社区，应该说一个社区，它是非常非常知名的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互联网背后比如 Web 浏览器，比如早期的互联网Web 浏览器TCP/IP 协议，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发明或者重大的这个软件或者一个协议背后都站着一位大佬，而这个 Vim 背后呢就是这位布拉姆穆勒纳尔，早年呢都是他个人在维护。那么他是在8月3号62岁因病去世非常的可惜，可以说是也算英年早逝。他是出生在荷兰，很小时候就对计算机感兴趣就开始编程高中的时候呢就开始开发这个 Vim最初的时候是个小型的编辑器，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就发展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因为这个人呢，他的品格是特别高尚，比较低调，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开发这个 Vim 和维护 Vim 上。应该说挣的钱不多，但是很多钱他都捐出去了。他非常有才华他要到大公司能挣很多钱的。谷歌呢，甚至后来还把他拉过去工作过一段时间，最后在谷歌退休的。所以他对开放软件行业做出巨大贡献，应该说全球数百万上千万人使用都不止。所以这个布拉姆呢，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我觉得他对计算机行业做了更大贡献他这个参加了各地把本地社区，参加了非洲关怀艾滋病儿童的这种慈善事业。你看有本事能挣更多的钱，他非常低调做慈善，你说这不就是很多组织自我标榜的，他们却根本达不到目标吗？布拉姆早就做到了，而且站得更高。这就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一说这个人的原因。我是从老范讲故事里边看到了布拉姆去世的这个消息，确实是蓦然回首大家用着的时候不知道他是谁，甚至或者是不知道背后有这么个大神，现在才觉得可惜。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话题呢，就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LK99 的专利保护呢，它有某种的对比，对吧？比如说软件行业的开源软件、开放软件这个协议我们实体经济里面呢，往往有比较强的这个专利保护当然软件行业也有专利保护。那么
这两种啊，开源开放和这个专利保护对世界的影响哪个更大呢？那当然是公有公的理吧，就是谁有谁的说法，是吧？我觉得呢，确实是很难一句话来判断。就目前这个世界来说，这个专利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开源软件，它这种东西啊，确实是让人这个你要了解了开源软件之后啊，你的脑筋你会豁然开朗，怎么还有这样纯粹的人？这样纯粹的一群人在做这事儿，哎，他允许任何人使用啊、修改、分发，而专利保护呢，那你发明者呢就是独家使用权、独家的利益占有，所以呢，往往呢大家觉得这个开源软件，哎，它的优势呢就可以促进创新和合作，因为开源的嘛，比如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Linux，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和修改它。那么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软件开发，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离不开 Linux 这个开源的软件，那开源软件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解决碰到的问题。那当然了，开源软件也有缺点，是吧？比如说稳定、安全，很多方面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始终觉得，我用 Linux 的时候比用 Windows 的时候要踏实多了。后期的从Ubuntu Ubuntu 12以后的版本，这个包括电脑的配置高了，这个崩溃的情况就比较少了。特别是有一些定制的，类似于是戴尔IBM 这些笔记本类的，你要装上那些这个分发板就是基本上驱动程序都非常好，基本上没有崩溃的时候。而同期你当时用Win7包括这个 Win10早期的时候还是有崩溃的，同样内存，对吧？那当然了，这个专利保护，我们刚才说 LK99 现在是不是就刚爆出来一个 LK99 的专利是那位全教授一个人申请的，实际上当时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是一个人申请的，所以这个 LK99 后边我猜一定面临着很大的这个专利上的纠纷会有因为比如说别人我前令会是这个改姓，我自己做的呢比你效果还好，我加入别的地方，我就产生了新的专利，那我和原来的专利之间肯定就有一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这个冲突。那当然知识产权的官司它的法律应用那是一个更专业的行业，我相信在知识产权保护这块恐怕 AI 介入AI 的这个律师助理恐怕还不行，这个太绕了所以这个专利保护呢，一旦保护了，它可能就会导致价格提高。另外呢，往往专利保护看起来呢，它是就是保护了原创人的知识产权，让他更有能力去做这个下一步的工作，但是呢，也有可能阻断这个创新大家想想是吧？他拿到钱了，他要维护他的利益，别人的在这个基础上的创新，可能呢，就会受到限制他会阻止人们自由使用或修改他的发明。当然了，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所以总体而言呢，你要让我说开源开放软件和专利保护的利弊，我现在觉得呢，可能还要分具体行业如果这个行业的基础其实就是靠开源软件堆起来的，我觉得还是要开下去不能避是吧？那如果说人家完全创立了一个新的门类，你比如说 LK99， 人家绕开了你过去的这些高温超导的一些很多的这个，甚至包括那理论可能都绕开了，人家开创了自己一个新的理论，一个体系，一个新的室温超导这个行业。假如是真的那我觉得这个专利就应该保护人家 LK 兄弟的利益就应该做好保护刚才我们讲过 Linux 是吧？其实苹果呢就是闭源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苹果的专利保护是最成功的一款手机在全球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呢，和它的这个专利保护是有相当关系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布拉姆去世了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伟大的人，绝对是可以称作一个伟大的人。如果布拉姆但是比如说他搞成一个大公司有自己的专利有一个护城河这个护城河不是前两天网上的那个丢人的护城河那再去做慈善是不是能帮助更多的人呢？这个可能是一部分人甚至包括我的想法，但是布拉姆不一定这么想，人呢还是要遵从内心。所以呢，回到开始的话题，我们说 LK99 现在陷入一个巨大的名利场的漩涡那么他们的8月下旬呢会召开发布会那么相信还会有
更深的研究 LK99 它的机制的论文出现。那么今天的这个论文啊，实际上对 LK99 呢是有某种程度的肯定的，这是我的解读啊，一个比较浅的非专业人士的。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假如 LK99 进入了一定的商业化，它面临的这个专利啊、各种各样的侵权啊，以及它的发展啊，都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会继续观察。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